她是本宫的东床驸马。沈文渊，我们的孩子快要出生了，可本宫能给她你给不了的东西。想知道这半年来她是如何跪在本宫裙下做狗的吗？沈文渊，我放弃了世子妃，只为和你私奔。他们是西凉人，他们掠我山河，杀我百姓，屠戮边关10万将士。我父兄皆命丧两狗之手，你怎么能？那是你不要脸，自己蠢，怪得了谁？驸马，你不是说带我来找这一仗的制胜关键吗？可别告诉我你是专程想看本公主吃醋的。公主有所不知，这女人还有另外一重身份，北王世子妃。此次燕国主帅正是北王世子谢灵溪，他本就中了皇权剧毒，把这女人绑了悬在城头，他若来救，势必死在我西凉城下。把他绑起来。沈文渊，你背信弃义，卖国求饶，我把燕国10万将士抓来做兵吧！你们放开我，我让谢灵溪丢尽了脸面，我跟他早已恩断义绝，他不会来救我的。放开！沈文渊，我们的孩子还有几天就要出生了，我求你，还杀我几日，放他一条生路。你倒是提醒我了。你就算去阴曹地府，也别想和这个野种同路。谢灵溪，你答应过我此生不负相见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你别来，求求你，别来。风上为愿去踏破山河之跌浪，一心并肩不跌宕，看永夜的尽头，杀世人天光。魔怪仰天了轻狂，风上为愿蓝线难挽，线于魂上，一起持续对不忘，人依然决散，破日月晚霞。放箭！不要！这是哪儿啊？蓉儿，沈文渊，蓉儿，怎么忽然睡着了？可是有什么不适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对不起，蓉儿，你新婚之夜独自出逃，一定怕极了吧？只因在路上看见了他，想折来送给蓉儿。新婚之夜，桃花，我重回到了1年之前。世子府势力盘根错节，咱们俩私奔，一定有许多用钱的地方。你可有把嫁妆带出来了？沈家与我家是世交，当年沈家蒙难，是我爹可怜沈文渊，所以带他回家教养，却没想到他非但不感恩，反而一心只想吃绝户。那是你不要脸，自己蠢，怪得了谁？他的嘴脸如此明显，我前世真是猪油蒙了心才看不出来。蓉儿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快去。蓉儿，谁要跟你私奔？蓉儿，咱们约定好了吗？沈文渊，你背信弃义，丧失道德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。贱人，敢耍我！蓉儿，公子，怎么办？倒数的鸭子，给我追！我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如果眼下真的是1年之前，谢灵溪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夫人这是想去哪儿啊？不会是想回帝都城做你的世子妃吧？沈文渊，你是我蹲守多年的猎物，我对你可是势在必得。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没有后手吧？不过我倒是真没想到，
你居然敢耍我！江柔，你背信弃义，害得我差点满盘皆输，真是该死！背信弃义？我父亲对你有养育教化之恩，你明知道我与北王世子从小就有婚约，还教唆我与你私奔，你对江家，对我父亲，何来信义可言？那是你自己不要脸，自己活该。今天你只有2条路，要么跟我走，要么死在这儿。沈文渊，你以为你今天真能带我离开这儿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些人身目高鼻，身材魁梧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山匪，他们是西凉人。这里靠近边境，你以为那些城防军眼睛都瞎了吗？江柔，你生得貌美，我本来是想要留你，和你做几个月夫妻的，可惜了，送你了，保证天亮前是死的就行。多谢公子，长得这么漂亮的小娘子，死了真可惜了。别过来！是谢家军，是谢家军。公子，谢家军在边疆兵强马壮，怎么办？撤！快撤！烧！放箭！西灵溪，我毁掉回忆，害得你颜面尽失。你说过和我此生不相见，你为什么要来送死？我身处黄泉剧毒多年，本就命不久矣。再救你，最后一次。用我炽热一束光，点燃世间的虚妄，心头划过绚烂才算不完。我要辉煌刹那，夜空藏去心的目光。江小姐哭，是因为情郎今日生死不愿，还是担忧自己私奔不成，即将落入魔爪？你果然还活着。灵溪，我们回去成亲吧。报！回禀世子，西凉间谍9成伏诛，在沈文渊跳入湖中逃走了。听见没？你的情郎没有死，你大可不必在这虚情假意、假惺惺的拖延时间。我不是，他竟以为我是为了沈文渊脱身吗？是吗？苍天在上，我江柔愿嫁与谢灵溪为妻，缔结红叶之盟，今生今世白首不分离。江小姐，莫非以为自己发了这些誓，我就会心慈手软，然后带你回府，继续做世子妃？我说的是真心的，你是不肯，还是不肯？北王世子回府。此刻那个叫黄泉的剧毒已经在他身体中了吗？他平日就会发作吗？会疼吗？
得找机会好好替他整个脉才行。你去哪儿？书房。不讲。为何不行？当然是想趁着你睡着替你把脉啊。今天这府里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盯着，要是你今晚上去了别的房间，明天必定谣言满天飞，说我被世子厌弃。哼，江小姐怕不是失忆了，忘了自己是怎么回来的北王府。哎呀，那我不是一时想不开吗？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也已经知道珍惜了，我现在就想跟你在一起，做一对恩爱夫妻。你以为你花言巧语，本王就会心软？你凭什么认为本王会要一个和别人私奔的女人？他果然还是不相信我。也是，我如此待他，他为何还要信我？本王政务繁忙，江小姐，请自便吧。谢灵溪，前世你千里相救，这一次换我保护你，我一定会找到救治之法的。小姐，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军营来人，说是突发紧急军情，一大早就把世子殿下叫了去，说是今天晚上不回来了。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呢。这还不是什么大事儿？主君今晚不回来，那明天回门可怎么办啊？心腹回门，要是没有主君陪同，可是要被人戳脊梁骨、看笑话的。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呗，刚好我也有重要的事要办。啊，小姐，我们这是要去哪？书库。劳烦，我们想进去查阅一些典籍。是，世子妃。我自幼学医，也曾看过不少典籍，却从未听说过叫黄泉的毒。此毒很有可能并非产自燕国。小姐，你慢点儿。好在先北王对抗西凉数十年，府中收集了不少西凉典籍，距离前世谢灵溪死只剩下1年时间了。老天保佑，一定要让我找到解毒的线索。我的小姐，你怎么还在看这些杂书啊？这不是杂书，这是医书。世子殿下都3日没有回府了，老王妃又从未唤过您去奉茶，府里人人都当了我们是空气，您都不知道外面说的有多难听。这嘴啊，长在别人身上。找到了，寒气下沉，中枢欲行，冰寒之气自内发，如大树经年而亡，是为剧毒黄泉。解法，找解法。黄泉之毒无药可救，然与同源之人阴阳结合，则可渐行舒缓。什么是同源之人？阴阳结合，该不会是圆房的意思吧？这毒怎么这么不正经啊？小姐，小姐。表小姐，书库一连3天都窝在书库，估摸着是没脸外出呢。那又如何？还不是让他嫁进了王府？废物！表小姐冤枉啊！老奴真的是亲眼看见那个贱蹄子和野男人从后门出逃的，是世子殿下发现他逃走了，带上谢家驹亲自把人追回来的呀。颜容，这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，怎么不死在外面？表小姐息怒，老奴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殿下前一晚根本就没有宿在婚房。现在关于他和野男人私奔的传言已经风声四起，表小姐先等上几日，这世子妃之位定然还是您的。可我不想等了。表小姐的意思是，光是传言还不够，后日老王妃摆清风宴，我要添一把火，我要让她在所有贵卿面前坐实荡妇之名。
小姐，您当真打算去这清风宴？这清风宴，老王妃也没邀请咱们。请帖分明是府里的表小姐发的，您何必去热脸贴她的冷屁股？请帖都收了，总不能失了礼数吧？您是有礼了，也不知道那表小姐安没安好心。要我说啊，您这是上赶着去吃亏。吃亏是福，我若不主动凑上去吃点亏，怎么把谢灵溪骗回来解毒？快，赶紧把这炭木抬到宴场去，送晚了，表小姐又要发火了。奇怪，这天气并未大冷，这表小姐准备那么多炭火做什么？贵客这边请。是呢。这些王府不是新娶了世子妃吗？怎么在主持宴席的还是曾经那位表小姐？你没听说吗？世子妃新婚之夜和人私奔，是被谢世子亲手抓回来的。人虽然抓回来了，但是名声一毁。今天这种场合，有岂会让他出现，丢人现眼？表哥安好，采薇受老祖宗所托，主持清风宴，疏忽了招待表哥，还请表哥不要怪罪。采薇表姐，看来这位表小姐深得了王妃信任，和北王府世子也是郎才女吗？我听说呀，这陈家小姐和世子是两情相悦，只因老王爷生前在前线和江氏定下的亲事，才被生生棒打鸳鸯。北王世子妃驾到！北王世子妃驾到！这是世子妃？不是说她满脸狐媚，长相庸俗吗？这怎么……小女陈采薇，见过世子妃姐姐。小女受老祖宗之命，操持清风宴，奉命安排了洗尘的仪式，还需要姐姐助一臂之力。端上来。这不是火盆吗？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近日府中谣言四起，绵延不绝，老祖宗也因之忧思不解，身体不适。采薇特地请人去天师观请密，求来一方，便是这火盆聚会之法。想必姐姐一片孝心，定会为老祖宗祈福，对吧？原来老王妃病了，怪不得到现在还没有露面。我看只怕这是被气病的吧。世子与江氏女的这门亲事，是先王爷在前线定的。老王妃原本是不情愿，没成想这江氏女居然与外男私奔，犯下如此行径。可私奔一说，只怕是以讹传讹吧？火盆都加上了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难道姐姐是不愿意吗？自然不会，小姐，只是我今日衣服不太方便，还得劳烦妹妹扶我一把。当然可以。小姐三思啊，您不能跨这个火盆。姐姐这是后悔了吗？姐姐临时踟蹰，莫不是真如传言中所说的，同男人私奔，贞洁不保，做贼心虚吧？妹妹多虑了，我只是在等着火盆烧得更旺些。姐姐，时候不早了，请吧。表姐，表小姐，我的清白不在男人手中，更不在这火盆底下。我看妹妹倒是深谙此道，不如你再好好感受一下。救命！怎么，不是为老王妃祈福吗？你看这火盆烧得这么旺，就代表了你的孝心，真是令人动容。救命！快来人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快去请老王妃！救命！王妃驾到！住手！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身只是晚到了一会儿，何事闹得不可开交？老祖宗饶命！老祖宗近来忧思成疾，采薇想着趁着庆功宴，和中国人一起踏踏火盆，聚晦气，祝老祖宗身体健康。谁料到姐姐，她非但不愿意，她还……
孙媳将氏蓉儿恭请祖母圣安。采薇说的可是属实？属实。你为何不愿意为老身祈福？回祖母，孙媳出身将门，从不信鬼神之说，更何况孙媳今天若是在这大殿之中，当着众人的面踏了这火盆，岂不是晦气多了？既然来了，就入席吧。是，老祖宗。奶奶，她分明就是在狡辩。采薇姐姐刚才差一点就被她……住嘴！还嫌今天丢的人不够多吗？奶奶，老祖宗息怒，采薇知罪了。跪下！江蓉，你不会以为你赢了吧？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正餐，可还没上呢。他好像还是在生气。世子妃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这就带世子妃去更衣。好，小桃，我去更衣，你自便。是。世子妃去更衣许久了，去催一催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奴婢方才奉王妃之命去催世子妃，发现世子妃房门紧闭，奴婢不得已上前探听，听见里面传来梦浪之声。什么？蓉儿，你好吧？我好舒服，你饶了我！这青天白日的，竟行如此之事，蓉儿。世子妃的闺名是不是单字蓉？难道……开门！慢着！希儿，本王的房门，我看谁敢进！都已经到了这地步，居然还护着那个贱人！我偏要让他身败名裂！卞小姐，你的脸还不快去请大夫！血，好多血，这是死人了吗？有血！请世子妃先行更衣，奴婢为世子妃守门。小美人想死我了！小桃来了。我家小姐将门出身，熟读兵法，这点后院的阿扎伎俩，还敢来关公面前耍大刀？哼！把他们两个绑到内间去。可是他们明显是要害你啊，小姐，你要不要先走？不用，既然有人煞费苦心招待我们，我们自然也要打声招呼呀。老祖宗，世子妃无辜毁了采薇容貌，你可一定要为采薇做主啊！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回王妃，孙媳刚刚回房更衣，却不想见有一个贼人潜伏在房中，引路的丫鬟更在外面企图锁住房门，是以方才惊恐之下，才误以为开门的是同伙，误伤了。柳小姐，南方北王说是王权化日，这好真是有操岂有此理！来人，把这两个贼人送进大理寺，严加查问。
且慢，老祖宗，今日之事还有诸多疑点，采薇以为不宜移交大理寺。怎么说？王府向来守卫森严，这贼人怎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世子妃姐姐的房里？而且我们刚刚在门口也听到了，这贼人明明口口声声喊世子妃姐姐归名，所以采薇猜想，会不会这贼人本就是冲着世子妃姐姐来的？前世我虽然不愿嫁给谢灵溪，却也没有下定决心私奔。但那夜，沈文渊不知为何能潜入王府，还带着我畅通无阻离开。原来是你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？老祖宗，今日之事终归是家丑，采薇以为，不如我们先审一审，以免牵连到世子妃姐姐。采薇啊，眼下局面混乱，难为你还心细如发，顾全大局。老祖宗谬赞，可惜故技重施也要分时机。老祖宗，谁是你祖宗？你不过是我儿媳妇的一门亲戚，念你父母早逝，才把你养在府中做个表小姐，你还真当我老糊涂了？老身出身侯门，在这王府后院活了一辈子，见过的阿子数不胜数。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担心的真的是王府的名声吗？我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果然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诸位，今日我谢王府举办清风宴，守卫疏忽，使得贼人进了后宅，所幸没有酿成大罪。蓉儿，所幸我孙媳妇儿出身将门，知礼明心，老身老了，今日就请诸位做个见证。蓉儿，你能否为我谢家执掌钟馗？蓉儿，你能否为我谢家执掌钟馗？想不到老王妃居然愿意放权，先辈王妃在世时都没有掌过家呀。奶奶，住嘴！这怎么可能？想彻底破除谣言，只能给出翻倍的诚意证明。这一切还要多谢你成全，多谢祖母。恭喜王妃，贺喜王妃！好，好，好，大家都回宴场吧。日头还早，我们诗酒尽兴。这江家女明明长得温柔端庄，老王妃又将钟馗之权都给了她，也不像是与人私奔的人啊。对啊，蓉儿啊，今天真是委屈你了。不委屈。奶奶原本以为江家嫡女出身将门，定是喜欢舞刀弄枪的，想不到竟是个温良贤淑的女子。看来街头谣言那也是不可信啊！王妃，这坊间传闻都是一帮长舌之人以讹传讹，都是胡说八道，信不得的。就是的，不愧是能只身守住北王府的人，三言两语力挽狂澜。今日过后，私奔之说应该不会有人再提了。祖母，你有所不知，蓉儿原本也是喜欢舞刀弄枪的，只是后来不幸手臂受伤，没办法了，不得已才变成闺房女子。哦，怎么受的伤？小时候随军出征，在边境遇到了危险，手臂被砍了一刀。
那后来呢？后来手臂是保住了，却再也不能舞刀弄枪了，所以我就被送回了京城。好孩子。面色不算苍白，身体也不算瘦弱，难以想象这样的谢灵溪居然身中着西凉剧毒。这毒真的会是西凉医书上记载的那种不正经的解法吗？还是先想办法探探他的脉象？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军务繁忙，我会应替。再忙也总有个尺度。新婚次日就抛下心腹跑得没影儿，像什么话？今夜你无论如何都得给我住下。恭喜世子妃，贺喜世子妃！今日真是双喜临门。老王妃特意交代，这洞房花烛夜的行头都得重新置办一遍。今夜我们没有今夜。夫君，你叫我什么？我们都已经成婚了，我难道不应该叫你夫君吗？江小姐，需不需要本世子提醒？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果殿下今夜回军营，坐实了那些谣言，那明日恐怕妾身只能3尺白绫，悬梁自尽呢。看起来凶巴巴的，想不到耳根子还挺软的。他应该睡着了吧？前世我和谢灵溪早有婚约，可我好像从没仔细看过他，倒是一副好皮呢。不对，正是妖精。这怎么解？这就是你强留下我的原因，你想杀我？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不，我没有。你竟然为了沈文渊走到这地步，当真不怕死在北王府？我只想脱你的衣服。你说什么？谢灵溪，我们成亲都有小半个月了，都没有那个。知道，我和你的婚约是北王府一力促成的，我和人私奔也是你亲自带人把我接回王府。谢灵溪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，所以才不愿意和我圆房？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你知道事情的规矩是什么吗？知道。好，那请世子妃更衣吧。本世子倒想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样。虽然不知道同源之人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但如果圆房真的能有用，怎么不继续脱了？这种事情呢，讲究你来我往。我这已经脱了2件了，夫君，该你了。江如，你
怎么，夫君，不会是不敢吧？够了，还不够呢。江如，就算你今夜主动现身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沈文渊的。你越是对他死心塌地，我越会把他千刀万剐。是关沈文渊什么事儿？是你自己说的，今生今世只爱他一人。我告诉你，我江如这一生一世只喜欢沈文渊一个人，我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今天就算我过了门，我也会想尽方法杀了你。我宁愿在王府里守寡，我都不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。记起来了。我确实问心有愧，曾经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，而此时此刻我却再清醒不过。我想要救他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后悔对你说出那么伤人的话，我可以收回吗？我愿意嫁给你，我愿意做你的世子妃，我想跟你长相厮守。脉搏虚沉，寒气进入肺腑，果然是致寒体衰之症。如果这是你的新花招，恕本世子概不奉陪。谢灵溪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这样的体重，寻常人只怕是呼吸走路都会刺痛。寡淡无味。寡淡无味？在说我这衣服都脱成这样了，这是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世子，急报！小桃，替我准备笔墨纸砚。刚才观谢灵溪脉象，虽然确有中毒之症，但绝非1年之后他口中的命不久矣。我总以为重活一世，只要我不跟沈文渊走，就不会有后来谢灵溪的夜袭营救。剩下的事只是替他解毒，就可以保住他的性命。可这思路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一个人的身体是不会一朝一夕就崩溃的。掏空谢灵溪身体的，并不只有黄泉剧毒，而是我私奔的这1年，他所遭遇的每一件事叠加。小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前几天做的一个噩梦，梦见我的一个朋友，他运气很不好，总被人辜负，最后横死他乡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那这个人也太倒霉了吧？是，他是很倒霉，所以我很想救他。小桃，倘若一个女子她辜负了一个男子，那男子却在她危难之时牺牲了性命救她，这男子是喜欢那女子吗？何止啊，简直情深似海。可当那女子回头时，男子却好像已经不喜欢她。命都能给，哪那么容易变心啊？那人肯定是生气了。生气了？怎么办？当然是好好哄哄啊。好好哄哄。若有误会，自然要解释清楚。
正所谓纸短情长，道歉的话，说不出口的话，写信聊聊心事，总是错不了的。卿卿郎君如晤，妾与君分离已经数日，日日思君，茶饭不思，彻夜难眠。妾在府中一切都好，丫鬟仆役们待妾随和，常夸赞妾美貌。老王妃这是吃了苍蝇往肚子里咽啊！水性杨花的东西，平常走路那屁股都扭的，一声不奏。妾听心生欢喜，便常有小礼相赠。若娇妹妹天真可爱，采薇表妹温柔娴静，有时候也会在花园与妾相遇，亲热异常。我更是不会要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了，你就死心吧。我的嫂子只有采薇姐姐一人，妾喜欢她天真无邪。江柔你下去吧！你个贱人，你放开我！还有后院猎犬追电，妾也十分喜欢。叫追电太难听了，以后啊叫你小煤球吧。千言万语诉不尽，唯有思君不可解。祖母令妾月后回门，盼望君来。世子殿下，世子妃送来家书。千言万语诉不尽，唯有思君不可解。虚情假意，世子妃倒是真贤淑无争。贤淑无争？听说这女子受了委屈，多向父郎哭诉。世子妃在王府明明日子困顿，信中竟无半句抱怨，定是不忍让世子烦心。对。哎，你们还留着做什么？信使还等着，您不回信吗？不必。走。西郎安好，今夜起了风，夜间万里无云。妾踏月去探望了小煤球，妾自幼便熟读授语，小煤球开口汪汪叫，托我传达他的口信。西郎何时归？所成远的女王，情归何处是海的漩涡？风言风语。灵犀哥哥见安，院中金菊已黄，妾身与人采摘一些，熬煮成甜点，口味清甜甘润。妾无缘献与夫君，只能一人独食3碗。夫君，今日的妾身是金菊味的，不管它。近来西凉异动频繁，上次他们又在山中装起了山匪，这次竟然直接探到我帝都城中了，真当我帝都驻军是吃白饭的吗？间谍频繁出没，只怕是另有所图。世子以为呢？世子，世子的身体有旧伤，这几日又都未能安眠，还是好好休息吧。没错，属下们就不打扰了。今日的妾身是金菊味的，不管它。无耻之极！走，站住！他今日在做些什么？回世子，今日世子妃应该是回门了。回门？对，先父本该3日回门，但殿下公务繁忙，所以世子妃大概是决定自己先回去了。孙媳今日回门，特来向奶奶辞行。去吧。世子妃真是孝顺乖巧的孩子，昨日还送来了金桔羹，这次孤身回门，真是难为他了。他的回门礼置办的如何了？这次好像只带了几壶酒。哦，从老身的库房中挑几箱好的送过去，可不能坏了咱们谢家的名声。是，小姐，我们真的只带这几壶酒和那箱子里的东西。礼轻情意重嘛，不够吗？何二夫人，
平时算账算得比盘子都轻，要是真带那些东西回府，还不知道会怎么奚落你。那这一回可够他好好算一账了。当年我父母送我回老家养病，二叔一家就堂而皇之住进了将军府，名义上是替我打理家业，实际上却掏空了我家财产，和人合伙贩卖私盐。多年后私盐案东窗事发，谢灵溪被江家连累，羁押大理寺半月，从而染上寒疾，新仇旧恨，今日一并清算。北王世子妃到。蓉儿见过二叔父、二叔母。蓉儿啊，你嫁到世子府之后啊，音信全无。二叔母啊，是日也盼，夜也盼，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。表姐，世子他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吗？世子他公务繁忙，所以就没有和我一起回来。哦，原来世子公务繁忙。表姐，你如今做了北王府的世子妃，世子他人没来，礼物总该有吧？自然是有的。蓉儿知道二叔父一向喜欢饮酒，所以亲自采摘酿成酒，希望二叔父安康喜乐。难为蓉儿有心了。来人，把酒放在厨房，等到晚上吃鱼去去腥。你该不会只带了瓶酒来吧？自然不止。来人，把箱子搬上来。表姐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这箱子里面自然是赠与二叔母与婉儿妹妹的。是绫罗绸缎还是珠宝首饰？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打开！这是金桔。没错，北王府的金桔熟了，十分可口。蓉儿带了一箱回来与亲人共享。娇蓉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堂堂北王世子妃，回门就带几个金桔，你简直就是羞辱你二叔父！二叔母，您有所不知，这蓉儿自从嫁到了北王府里，不受主君待见，就连老王妃都厌弃蓉儿。这平时的吃穿用度少得可怜，哪里有银钱去给你们置办厚礼？小姐，行了，这回门也回了。没什么事就走呗，还真是难为你了。起个金桔，还找个箱子抬过来。二夫人，你这也太过分了！哪有人回门不留儿女用膳，就这么草草回家了事了？你这不就是坐实了我们家小姐没有母家的依靠？我们家小姐以后在王府，岂不是要被蹬鼻子上脸？那还不是她自己不要脸，跟别人私奔，怪不得世子忍不了绿帽吧？表小姐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怎么说话没羞没臊？这里哪有你一个下人说话的份儿？你敢打我？爹娘，你简直反了天了！竟然为了一个下人，你来人，把这丢人现眼的孽障给我赶出去！北王府贺礼到，传北王妃旨意。江家嫡女秀爱会中，今日回门，北王府特备厚礼，以谢江门，赠黄金10000两，祝江门万事万安，门庭兴旺；赠绸缎100匹，祝江门百福临门，家道昌盛；赠珠玉3箱，祝江门子嗣3元及第，家中亲眷3星高照。娘。谢过公公。哼，哪里的话，世子妃如今待王妃执掌中馈，繁忙不堪。王妃特地交代老奴，一定要把这回门礼安排的妥当体面，还不枉回报世子妃往日操劳。执掌中馈，这娘，表姐不是不受待见吗？哎呀，闭嘴！公公此言，
我们王妃让后年事已高，前几日已经把钟馗之权全部交托给了世子妃了。老爷，哎呀，无知妇孺，蓉儿舟车劳顿，一路辛苦，还不快去准备餐食？对，快去！那咱家就先行告辞了。蓉儿啊，刚才是二叔母误会你了。你这孩子，你要是早点解释管家劳累，来不及准备，不就得了？表姐，婉儿刚才也是一时气急，你不会怪婉儿吧？当然不会。婉儿还不带你表姐回房？那这些东西，赶紧把它收起来。慢着，不着急。二叔母，您刚刚不是问蓉儿为何要带一箱金桔回来吗？这实不相瞒，蓉儿在北王府里缺衣少食，这次回门也正是想一并把我父母留下的家产带走。什么家产？哪里有什么家产？是吗？酒庄、钱庄、首饰、珠宝、良田、铺子、金银铜钱，我父亲当初可是官拜大将军，当真一点东西都没留下。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你当年身受重伤来我家休养的时候，那全身上下可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啊。是啊，表姐，当年你生一场大病，接连昏迷了好几个月呢，是我母亲衣不解带照顾你，你才有的今日，怎么还找我们要家产？二叔母您的养育之恩，蓉儿可是一直惦念着，所以呢，就得找出更多的家产，好好回报一下叔父和叔母。来人，随我去库房。是。老爷，快去找人，不能让他去库房。二叔父，这是何意？孽障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私闯民宅，强抢他人财物，你休怪二叔翻脸无情！私闯民宅？没记错的话，这座宅邸是我父亲名下的吧？你说谎！这里明明是我家。当年我父母把我送老家养病，是二叔父和二叔母推说乡下不利于我休养，火急火燎带着我举家搬进了这宅邸住下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京城。还需要我帮你们回忆吗？那还不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？天爷呀，老大呀，你来算算这笔账！你生下这没良心的东西，忘记救命之恩不说，还要赶我们走啊！算账，我还真有一笔旧账，要跟你们好好清算。我们有什么旧账可算？18年前，北疆战事危急，粮草断绝，我父亲派人快马加鞭传来急信，让二叔变卖将军府家产，换取军粮。敢问二叔父，当时您做了什么？你记错了，我们没有收到过信。没有收到信，却收到了我父亲贴身携带的库房钥匙。从来没有什么库房钥匙。二叔母的意思是，那是你们私自损毁了我将军府的库房门锁，从中盗取财物。那是你父亲用来支付你生活费的，是吗？够了！我是收到信没有回复，那又怎样？我还不是为了江家好。当年的战事已经输定了，你父亲带兵不利，吃了败仗，就算是把家底掏空了，也撑不了几日。到时候别说功勋，就连这点家底都给败光了。要不是我保住了江家的财产，哪来的你这些年的吃穿用度？哪来的你这江家大小姐？说起来，你还要感谢我才是。可是我爹娘和其他将士死在了前线，那是他们一根筋。两军交战不杀战俘，他们若早早投降的话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自己找死，怨不得别人。自己找死？小姐，动手！是，拦住他们！太落单了！先把那没良心的东西给我抓起来！放开！
北王世子在此，谁敢放肆？参见世子殿下！参见世子殿下！受伤了吗？没有，他不是应该在军营吗？怎么？世子殿下，今天的事情是一场误会。跪下！世子殿下，请容禀，愚兄早逝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并无男嗣，其家业早就归还了江氏宗族。这些年，我与剑内一直居于这祖宅之中，是我们一家将其拉扯大，送其出嫁。他不知在哪听的谗言，竟上门讨要祖产。是啊，世子殿下，娇柔已经出嫁了，房契在我夫君这里。这事儿要是告到官府，这家产还是我们家的呀。房契，世子殿下，请过目。世子殿下，你这无知！此乃将军府，当年圣上御赐宅院，你可是伪造凭证，侵吞御赐之物的罪责，不要命了是不是？母亲，这房子我们不要了，但是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家的呀。这大伯家没有男爹，就算断了后，这孤女不能继承家业，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啊。在本世子这里，没有这种规矩。来人，替世子妃打扫院子。是。不，你们不能进库房，不能进，你们不能进。老爷，回禀世子，库中发现大量不明来路的官银。完了，都完了。这什么叫来路不明？这些银两都是我家老爷做生意赚来的，干净的银子呀！就是，你们指鹿为马，仗势欺人。你说这是官银，这就是官银吗？蠢货！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，带去大理寺，让他们严查。是，带走。不要啊！不要抓我家老爷，我家老爷是冤枉的呀！爹！按照前世的发展，思妍一案半年后才会东窗事发。谢灵溪因为婚约被牵连，在被大理寺审查期间感染寒疾。损害身体根基，这一次思妍案被我亲手捅破，命运还会重复吗？这一切是在你的计划之中吗，江如？你这个贱妇，你害我全家，我要你偿命！原来北王世子这么在意你。难怪你当上北王世子妃，你就来我家报复。回府吧。殿下，你以为江柔是什么冰清玉洁的名门贵女吗？走。那个人叫沈文渊，江柔和他可是青梅竹马，他俩早就厮混在一起了。他对沈文渊啊，可是死心塌地的。殿下，你喜欢他，可是死路一条啊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喜欢他，是死路一条。凭你也配妄议本房的得失？世子，手下留情。谢灵溪，给我滚！还不快走！我带了2壶酒，丢了可惜。要不要跟我一起喝？好喝吗？这个是我新酿的金桔酒。最喜欢喝新酒了，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。
够。有些东西不到喝醉是没有勇气打开看的。娘亲，这缝的是什么衣服呀？姨娘啊，是在给你缝嫁衣。娘亲，我还小，你现在缝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娘啊，手脚慢，自然是要早做打算。哼，你那是手脚慢，你那是做贼似的缝。姨娘啊，白天带兵打仗，生怕下属碰见了，有损他大将军的威名，只敢晚上偷偷的拿出来缝几针，可不得缝好几年。大将军饶命！擦你的枪吧。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薄，这世间你懂什么？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你我夫妇二人生在这沙场之上，俗话说天有不测之风云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亲手替蓉儿穿上嫁衣，绝不会有什么不测风云。夫人小心！不去！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。情况危急，快去江家求援！是。请问，这里是将军府吗？是的，请问你找谁？我叫季征，我找江德江老爷，有人托我送一份包裹，很紧急。我是江家的小姐，江德是我二叔父，我替你送吧。多谢。二叔父，二叔父。将军，我送到了。原谅我，可能回不去了。这个带着求援信的包裹，是我亲手收的，也是我亲自送到二叔手上的。当年我父亲求二叔父变卖家中家产，救援前线。我母亲把嫁衣当作遗物送出，可二叔父骗我说那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包裹。我们一定能亲手替蓉儿穿上嫁衣，绝不会有什么不测风云。情况危急，快去江家求援！我是江家的小姐，江德是我二叔父，我替你送吧。我信了。江蓉，如果世上没有如果。你当时年纪尚小，信上也不是你的名字。当时的情况，即便卖了整座将军府，也不能改变结果。可起码能让他们多活些时日。江蓉，逝者已矣，往事不可追。往事不可追。再求你最后一次。谢谢。
抚平轻狂的脸，早已厌倦。可是我想说，且将近于铭记长月。破镜也春秋，动情也春秋。谢灵溪，我想要救你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谢灵溪，我知道你中毒了。你为什么会知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想要救你的人。破镜也春秋，动情也春秋。长路经百转千重，朱颜偏不惧悲泪。江如，你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候着青春。谢灵溪，我后悔了。你能不能不要死？世子回府。哎，小姐，怎么了？这是准备醒酒汤给他。世子妃这是喝醉了，回个门也能喝成这样。难受，头疼，又是醉酒又是哭的，你不疼谁疼？疼。别乱动。醒酒汤来了。拿来。是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我不喝。你必须喝，只有等你酒醒了，才有精神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不喝，我想睡觉，不想醒。江如，既然你选择不喝，那就这样问吧，你从何得知本王身上中了毒？我就是知道，但是不能告诉你。江如，你别担心，我会救你的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我会救你的，我一定能带你找到一条生路。可我凭什么信你？你说话什么时候算个数？世子，我们已经到军营了，前面就是将军的营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世子，这可是蛮荒之地，即便是身体强壮的士兵来到这北疆，也得好几天喘不过气来。世子可是万金之躯，又何苦到这来吃苦呢？来来来！旋转几轮，变成我们深刻。那是岑副将与江将军的独女，在北疆长大。世子，咱们走吧。我们家世子自小就文弱，又是一个极其重情义之人。自从他母妃去世后，便郁郁寡欢，身子也日渐颓败，不知寻了多少御医都无济于事。老王妃也是没有办法，只好送他来寻他的父亲。
可又不敢真的把他送到前线去，便只好求将军你了。安总管尽管放心，本将军定会护世子周全。老奴只求这塞外的风吹一吹世子的魂灵，让他活过来一点儿。世子初来塞北，可是有想看的或者想玩的？没有。那想吃的呢？没有。我们北疆也有美景，只是营房帐外都是黄沙，欲看美景必须上山。如果世子愿意的话，末将派人带世子去看一看这真正的大漠孤烟，如何？就他吧。我叫江柔，我父亲说让我带你爬上这里最高的山。今天本来是驻军野外操练对战的日子，若不是因为谢小世子点名选了我本来是可以跟着去开眼界的。北疆气候干旱，多是岩山，很好爬的，你要不自己下来试试？喂，谢小世子，既然一路都不愿意和我说话，为什么非要选我？因为看见你在踢球，似乎很开心。这和你选我有什么关系？本世子不喜欢。你这人，你给我下来吧你！世子，我也不喜欢你，彼此彼此。后面的路不撵上不去了，这山你还爬吗？不爬，那你下去吧。爬。你们在此等候。是。你到底想去哪儿？山顶。那你可要跟紧我啊！如果你掉下去的话，我可不会救你。那边是临川城，传闻的是塞外水乡，处处流水岸岸花。再有半年，我爹爹就可以收复那里了。那是演练的队伍吗？那不是我们的队伍。什么人在那里？西南边，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再跑啊！原来是2个半大的小孩，害得我们白跑一趟。男的杀了，小女孩留下。是。静茹，你怕高吗？真他妈晦气！走。江柔，我们会死吗？别怕，我能带你找到一条生路。其实我不怕死，找不到也不要紧。江柔，江柔，我很困，很困也不许睡，我带你下山。不管你们是谁，我命令你们退下。快找军医救江小姐！军医，快救救蓉儿！蓉儿，蓉儿到底怎么样？刀伤倒是不深，只是刀上有毒，怕是保住了性命，日后江小姐也拿不了刀剑了。来来来，蓉儿。春季千百句还是山盟，
江小姐所中之毒叫黄泉，此毒异常凶猛，如果硬扛，怕凶多吉少。若是有人愿意与他推血过毒的话，则可保全性命。咱可有他人性命交换？毒性已经被药物化解了大半，推血之人10数年内是无语的。我来。世子，王爷，这怎么行？你的爱是茫茫星海中一缕光，在刹那间照着我，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，鲲鹏长游于霓虹。两位将军，此毒过于世子之身，10数年内硬刚，不会损伤世子的性命。10年之后呢？若是能找到同样中过黄泉之毒的人，阴阳结合，便可消除残留的毒素。王爷，这将军，看来你我两家要结门亲事了。几间白驹还是山盟，疾风候鸟无人珍重，过客不动容，隔着不送。如果陪我走过往事空中，就是年少的你为我。塞外的气候已经不适合他了，所以江将军下了决心，把他送往江南的叔父家休养。李祖母说你玉沉难解，你现在知道自己该如何了吗？我会等他给我生路。恭迎北王世子回城。听说这北王世子自年少时就在塞外，年纪轻轻就见了不少红军。这次回来是为了和江府的嫡女完婚。这江家小姐也是将门之后，与世子殿下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。我会救你的，我一定能带你找到一条生路。什么人胆敢拦北王世子车马？我叫江蓉。江蓉，世子，他是谢灵溪，你我素不相识，所谓的婚约不过是先人的口头承诺，我不愿嫁给你，也希望你不要强人所难。你不记得我了？反正我现在已经心有所属，这婚书还给你。你的爱是茫茫星海中一缕光，在刹那倘若本世子非要强求，那你就等着取一具尸体。我宁愿在王府里守寡，我都不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。有人说会给我找一条生路，所以你要记得来救我。疼，谢灵溪，你放开我！不是说不怕死吗？怎么还怕疼呢？口口声声的说想杀了本王守寡，却这点挣脱的力气都没有。谢灵溪，我生气了。没有。你就是生气了，谢灵溪。我从前对你很不好，但我后悔了。我想长长久久的陪在你身边。可我不信你。谢灵溪，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？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，鲲鹏长游于霓虹。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与你相拥，与你走过匆匆，今儿我想我早已富有，知足而懵懂的梦。心房里家人，不仔细也的，当那过去的恭喜小姐，昨天世子可算是留在小姐房间里了。我昨天提前引爆了私盐案，而谢灵溪上月才回帝都城，
应该不会像前世一样被这件事牵连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事情太过顺理成章，反倒让人不安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秋高气爽，万物丰收。朕与亲率文武官员及其家眷前往南山狩猎，今北王世子谢灵溪自请守卫猎场安防，朕甚畏之，特封其兼任城防军统领一职，邀世子妃姜氏同往一同狩猎，钦此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会这样？谢灵溪怎么会自请担任城防军统？前世谢灵溪是因为江家私盐案被牵连，这才降职做了城防军的统领，而且时间也应该是明年的春天才对，是巧合吗？还是因为我的所为加速一切的进程？小姐，小姐，多谢公公。世子妃大义灭亲，颇有岑将军当年之风范，陛下十分赏识。世子妃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蓉儿啊，我听闻希儿昨夜留宿在了你的房内。是，奶奶。好，你与希儿本就已经完婚多日，可希儿满脑子想的都是行军作战。从今往后，你可要想法子多留他在王府住些时日，省得他在军营里一天到晚废寝忘食的熬坏身子。奶奶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认真调理他的身子的。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子，来年争取给奶奶添个曾孙才好啊！奶奶，世子妃，南山猎场与皇陵毗邻，山上清气最是鼎盛，若能适时怀上子嗣，小世子定能福泽绵长，康健聪明。是啊是啊，抓紧啊！贱人，为什么还不赶他出府呢？表小姐，您轻声点儿，老王妃正高兴着，可别让人给听见了。我不甘心，我自小就喜欢世子表哥，为什么世子妃是他这道水性杨花的货色？表小姐，世子殿下心里还是有你的。不会有了，我的脸上已经留了疤，别说是嫁给世子表哥，就是普通的世家子弟都不会要我，我还不如一头去撞死算了。表小姐，您先别丧气，女人的机会要靠自己搏出来。嬷嬷，世子是个重情之人，当年先王妃过世的时候，世子郁郁寡欢，险些就随母亲去了。这样的人最为忠贞，也最好拿捏。嬷嬷，您的意思是，表小姐如果和世子殿下有了夫妻之实，以世子的脾气，一定会纳表小姐当侧妃的。夫妻之实？对，只要有了夫妻之实，世子表哥一定会对我负责的。1瓶、2瓶、3瓶，小姐，我们是来狩猎的，又不是来当猎物的，好端端的带这么多药干什么？有备无患嘛。按照前一世发展，谢灵溪带领城防军负责这次狩猎守卫，过程中遭遇西凉奸细，谢灵溪不慎为他所获，身体落下无法治愈的损伤。小姐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梦境不一定是真的，殿下也不一定真的会受伤。除了他身体受损这个结果，我现在还在意一件事情，那个传闻中倾国倾城的西凉奸细到底对谢灵溪做了什么，才让他疏于防范？北王世子妃驾到！这就是前阵子搅得地都满城风雨的北王世子妃，果然长得颇有几分姿色，怪不得世子顶着满天飞的谣言，也要把人留在府里不肯放手，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。也不尽然吧，我可听说世子自从新婚之夜起，就一直住在军营，很少会回北王府。若真是对娇妻如此不舍，怎么可能忍受新婚燕尔分居两地呢？不过是为了几分薄面罢了。虽说只是谣言，可这世子妃如此风评，天下又有几个男子能真不在意？姜氏见过太后，见过祖母。免礼。蓉儿，路上累了吧？快快入座。是，祖母。别的不说，看来这世子妃还是颇得老王妃喜欢呀。老太太喜欢有什么用？这女子遭了夫君厌弃，皇母娘娘喜欢都没有用。北王世子驾到。灵犀见过太后，见过祖母。希儿，男人们都去外面打猎了，就你还惦记着我这把老骨头。太后谬在，去玩吧。这北王世子怎么坐下了？这里都是女宾客，他一个大男人坐下干什么？真是……太后娘娘只是在这摆了奉茶清谈宴，给不参加狩猎的人解个乏，也没说非要女子才能来坐着。你家夫君丢下你跑了，也不能算人家的呀。你好几日不见他，看起来气色好像还好。寒症一劫，算不算安然度过了呢？你这几日还好吗？这黄泉毒……我已经习惯了，以后关于这件事不必再提。习惯了？那不就是说一直很难受吗？快把手给我，我给殿下把个脉。好像还好。这就拉上手了？到底是谁刚才说北王世子夫妻不和的？我说希儿怎么如此懂事？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那方才何苦还臭着一张脸？我们家孩子啊，一直就这个德行。他小的时候喜欢一只兔子，嘴上说着嫌弃的话，却亲了整个马场的马。哎呀，只为那兔子能吃上新鲜的嫩草。他父亲问起，还嘴硬，说是不喜欢骑马了。他这性子向来如此，若憎恶谁，绝不会与谁同处一室。他若不反抗，就是不讨厌；他若是主动上前半步，那就是喜欢的不得了了。世子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看清楚了，属下很确定，营地周围出现的暗号绝对是西凉谍报系统的。查明暗号来源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方才我们搜查时，营地空无一人，所有的女眷都在太后的清谈会上，除了……世子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偷听的，奴婢是来找世子求救的。陈采薇在哪？方才表小姐回到自己的营帐里，发现可疑刺客的踪迹。表小姐好不容易逃脱，此刻正躲在世子您的帐中，求世子你快去看看表小姐吧。封锁整个猎场。是，去。陈采薇是世子表哥吗？表哥，采薇遇到了贼人，求表哥救救采薇。
想不到希儿和江家小姐还有这么一段缘分。可不是嘛，这京城里人人都说他俩的姻缘是圣上所赐，殊不知他俩也算是青梅竹马。不好了，王妃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王妃，我家小姐方才回帐休息，不料帐中居然藏着刺客，刺客竟然冲着我家小姐撒了一把药粉，我家小姐就……那采薇现在如何了？我家小姐自然是拼死反抗，终于逃了出去，但又不知道能躲去哪里，就去了世子的帐中。这是我家小姐的，我家小姐第二是被迷情的药粉给蛊惑了，失了心智，所以才……副将呢？副将在哪儿？王妃，世子呢？王妃，世子他刚才进了营帐查看，一直没出来，还不快把他给我叫出来！姐姐请慢，今日之事说大不大，说小却已不小。女子退了衣衫，与男子共处一室，莫说发生了什么，即便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从今往后这名节也毁了。太后的意思是，采薇终究是忠良之后，与灵犀也算是知根知底。不若这样，等下如果二人真在帐中，就索性让采薇当个世子侧妃，如何？老祖宗，我家小姐父母双亡，自小就在您的庇佑下长大，你一直对她疼爱有加，视如己出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家小姐做主啊！也只能如此了。来人，把帐帘掀开。这不是北王世子妃吗？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家小姐呢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这里本就是我与我夫君的营帐，我回自己的营帐休息，为什么不行？倒是你，找你家小姐，怎么找到我帐里了？我明明亲眼看见小姐进帐的，她的衣服还在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陈采薇刚刚在宴会上穿的明明是一件刺绣的裙子，那领口可是镶着金线的，好像不是这件。你说这衣裳是没找见呢，还是故意丢了一件到我的帐前？蓉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希儿，回祖母，夫君今日吃酒吃醉了，让孙媳伺候他入睡，没想到这外面突然那么吵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哦，也没什么大事，你与希儿聚少离多，好生歇着吧。嗯。带走！小姐救我！小姐救我！守好营帐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是，世子妃。表哥，求求你，你就要了采薇吧，采薇一定会比那女人对你更好。这帐内不是只有一点驻情的香吗？药性也不重，你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不止驻情香，有人在帐里放了别的东西，催发了我身体里的余毒。我扶你去床上。躺好，别动。谢天谢地，这次出门准备的足够充分。别动。江蓉，嗯，你不是只爱
踢球打架吗？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啊？之前我的手受过伤，基本算半个残废了。可是我还是想回西北，就想着学点医术，想着有朝一日当军医也行。只是……你恨那个人吗？当然恨，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所以有朝一日，我还是想亲手杀西凉狗。你恨的是西凉人？那不然还能是谁？你问了这么多问题，是不是该换我问你了？黄泉余毒是不是可以通过男女圆房化解？什么是同源之人？好，那我只问一个问题，我可以吗？江柔，你我本就是夫妻，我们已经成亲有一段时日了。谢灵溪，告诉我，我可以替你解毒吗？所以，黄泉之毒真的是这样解？够了，江柔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夺回江家主宅，离开北王府，合力书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你大可不必为这些事情在我身上大费周章。你认为我对你是有所图吗？是不是我上一世实在伤你太深，所以你才不愿意再相信我？可是我只是想救你，谢灵溪。我对你是有图谋的，但绝不是合力术。北王世子，北王世子妃驾到！哟，灵溪，终于舍得出来了。我们还在打赌，世子和世子妃是不是不打算来了呢？人家新婚燕尔，自然是难舍难分，哪像你，打着一头鹿，扛着满营地跑，一看就是个梅夫人的样子。我用金针封住你的几处穴位。余毒应该暂时不会发作，但你会比平时没力气，需要静养。今夜你之手，这是温补驱邪的药丸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的梳妆镜，你把它戴在右胸前，万一真遇到奸细，还能替你阻挡一下。心脏在左胸，为何是戴右边？当然是因为我未卜先知，知道前世你虽然重伤，却没有危及生命，可见中箭的地方并不是心脏。是昨夜呀，有一个仙人跟我通梦，说这铜镜就应该戴在右胸，可以大吉大利，逢凶化吉。无稽之谈。你不该盼着我死吗？是你自己说的，嫁入北王府，宁愿守寡，誓死不做世子妃。我那是一时情急乱。谢灵溪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忽然变小气了？本王一直如此，是世子妃识人不清。太傅沈从之子沈文渊，沈公子到。
沈文渊是谁？沈从又是？你忘了吗？当年被流放的那个御史台啊。那年沈公子父兄被流放，他就被寄养在了江家门下。现如今父亲重新回朝，又当了太傅，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呀。江家？哪个江家？还能是哪一个？当然是那已故的江将军府，如今谢世子妃的母家。说不定啊，世子妃或者沈公子还是青梅竹马呢。沈文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在这段时间里不是应该投靠了西凉吗？蓉儿，我们有些时日未见了，你还好吗？前世沈文渊带我私奔，把我安顿在边疆小院后不久就离开了，说是要从军报国。是因为重生改变了事件的走向，还是他前世那段时间就是来了帝都城？上次匆匆一别，我们终究有些误会，没有说清楚。这些时日，我夜夜难眠，唯一想做的事情，便是与蓉儿忏悔。不知道蓉儿能不能原谅文渊哥哥一次？蓉儿，沈公子真是客气了，我夫人不善酒，这杯酒本世子可以代劳。这人怎么忽然这么鲁莽？万一他在酒里下毒怎么办？算起来，在下是该与北王世子喝一杯酒的。我与蓉儿自幼相伴无间，也算是他半个兄长。舍妹嫁进北王府是父母之命，给北王府添了许多麻烦，我代蓉儿向北王世子请罪。给本世子敬酒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兄长，现在他是本宫的东床驸马，你就算去阴曹地府，你别想和这个野种同路！放箭！兄长怎么把瑶儿独自留在席上，自己却跑来敬酒了？小女沈阳是沈从在校外所生之女，近日刚随父亲应召回帝都城，见过北王世子，见过世子妃。不，她不是沈从的女儿，她是西凉公主。瑶儿在校外常听世子威名，对世子仰慕已久，不知可否有幸敬世子一杯？听闻南山狩猎之时，北王世子被一美艳无双的西凉间谍蛊惑，不慎受了重伤，直到重回战场都未能痊愈。他是今夜重伤谢灵溪的间谍。怎么，瑶儿的酒世子也要洒掉吗？那可就太伤人心了。不过就是一杯酒而已，世子妃不会连这都容不下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善妒，尤其不喜欢别的女人给我夫君敬酒。夫君，妾身累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走。谢灵溪，刚刚那个女人，她根本就不是沈从的女儿，她是西凉公主。还有沈文渊，他早就投靠西凉，今夜他们过来一定有预谋，你一定要派人看紧他们，千万不能掉入他们的陷阱。你刚才盯着沈文渊，想的是这些？要不然还能有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刚刚那杯酒有毒，还是黄泉余毒发作了？这是什么？只是姜肉，我好像有一点点高兴。
世子，说，篝火附近果然发现奸细踪迹，我们剩余的人马已经尽数集结完毕，请世子即刻下令诛杀。陛下不必管我，我会自己回营帐，天亮之前绝对不会外出。糟了，忘记提醒他铜镜。是西凉兵，快跑！谢谢的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一定能带你找到一条生路。刚才那是谢灵溪。虽然你父亲不幸，可我却还想保你一条命。公子，山下的营地开始乱了，他们的皇帝已经出手了。走，看过去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我跑不动了，你把我留在山上，不用管我。不行，你留在山上必死无疑。反正我本来就没想过要下山。不行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我对这里的山形地貌了如指掌，谢谢的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一定能带你找到一条生路。快找军医救江小姐！军医，快救救蓉儿！蓉儿！刀伤倒是不深，只是刀上有毒，已经深入骨髓。即便保住了性命，江小姐怕是拿不了刀剑了。谢灵溪，你在做什么？不想要的东西，分你一点点。你会死的话，我不要。会死，所以你要记得来救我。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，明明是3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。化血孤毒，是黄泉毒，谢灵溪的同源之人是我。你醒了，蓉儿，还是你更喜欢我叫你北王世子妃？沈文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想干什么？今晚南山猎场会有一场狩猎，而我想要救你。别碰我！你不会真的以为谢灵溪能够活着来救你吧？你什么意思？看来你对眼下的朝局是一无所知。你知道我的父亲被流放数十年，是凭什么重召回京，来官拜太傅的吗？那是因为他在关外数十年，为圣上带回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。18年前，现任北王，也就是谢灵溪的父亲，勾结西凉异图谋反，致使镇北军全军覆灭。不可能，先北王是战死的。可能与不可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皇帝信了。他3年内夺下西凉14城，他的父亲马革裹尸，他在军中一呼百应，皇帝怎么会容得下他？今夜与我同行的，并不是我的妹妹，而是西凉的公主。她是来劝降谢灵溪的。今晚谢灵溪只有2条路可选，要么死，
要么叛国求存。无论他选哪一条路，你这个北王世子妃都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你看，生死关头在乎你生死的，只有我。回渊哥哥，我手疼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只要你听哥哥的话，哥哥一定会护你性命的。江柔，你敢偷袭我？皇帝容不下谢家，更容不下谢灵溪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追回来！他是钳制谢灵溪的把柄，要被他跑了，公主饶不了你们。谢灵溪，要等我。圣上有令，7年北王勾结西凉，谢氏密谋叛乱。今谢灵溪意图祸乱江山，今夜严惩，诛杀不殆。捉拿叛将谢灵溪，诛杀不殆！杀呀！住手！谢世子代父驻守边关10数年，夺回燕国14城。你们今日成的俸禄，享受的太平，是世子用血肉之躯换来。你们没有良心吗？我等奉陛下命，诛杀的是反贼。皇命大于天，世子若有冤屈，下去和北王诉苦吧。诛杀谢贼！兄弟们，我的命是世子从战场上捡回来的，跟他们拼了！世子保护世子！江柔，你已经昏迷了几个时辰，就算你现在跑出去，谢灵溪说不定早就死了。谢灵溪呢？谢灵溪在哪？世子负伤离营，现在也许下山了。我想去山顶，去这里最高的山的山顶。谢灵溪，谢灵溪，谢灵溪。谢灵溪，谢灵溪，我还以为你已经跳，没有，也不会跳的。也是，总不能每次都跳呀。你伤势严重，我扶你去山下。不能下山，山下都是追兵，我们去皇陵。皇陵，我倒是险些忘了，南山毗邻皇陵，皇陵的边上就有一座守灵的别院。这座别院只有几个守灵人看管，普通守卫无法入内，当个临时避难岗最是合适不过了。本以为是西凉间谍重伤谢灵溪，没想到是皇帝。到底是因为我重生改变了这一切，还是前世的真相就是如此？对不起，我轻点。你伤得重不重？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没有。可是你明明流了这么多血。是别人的血。真的？不行，我要亲自验你。江如，不验也行。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，谢小世子？有，我需要你去准备碧荷之墓。辉的别院还真有书房。
你在画什么？程方莹布防图。西凉的间谍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的进入猎场，必定已经渗透了程方莹。帝都的守卫需尽快更替。传闻北王府世子谢灵溪11岁丧母，14岁上了战场。当年他为我过了毒之后，却留在了边关吗？明明是走2步就会喘不上气的侯门公子。这些年他在等我吗？可我竟把这段记忆完完全全忘了。你写完啦？我需要你尽快把这2封密函送给大理寺卿常玉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赶过去。青柔，还有什么吗？没事，路上小心。好。快救江小姐！希儿，你祖母给我写信，说你母亲过世后，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3月，3月后出门上街，亲手杀了3个强抢民女的街霸。你自小就不爱惜武，胆量还不小。当时不想活了，没想到那3个街霸不中用。那现在呢？有人说会给我找一条生路。你怎么？我只是去捡回真包了。我父母本是战将，我自小也熟读兵书，就凭你那一封信也想支走我？你太小看我了吧！更何况，谢灵溪，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余毒发作了。教主，我的手小时候受过伤，不能舞刀舞剑。你这若是再将我伤了，可就废了。谢灵溪，你的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实话？彼此。还好只是一些皮外伤，没想到伤得最重的却是我这铜镜。你嘴上说着是无稽之谈，可还是信了我说梦中仙人的指点，把这铜镜放在了右胸口。如果你不敢回去，可以早点休息，我去外面守门。谢灵溪，我没有毁约，我是失忆了。
我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，看了半年的大夫，才想起来一些事情。后来又过了1、2年，我的记忆恢复了大半，可是无论如何，受伤的那一段事情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大夫说是因为那个时候太疼了，所以我的身体自动帮我遗忘了这些事情。大夫又说，痛苦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不要再去追忆。谢灵溪，如果我知道那个记忆里面有一个你的话，如果又如何？如果我知道，我愿意嫁给你的。嫁给我，然后呢？帮我解毒，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还是等我死了，为我立一长生位，每日晨起先给我上一炷香。感念我曾经和你性命相托。江柔，你如果非要做菩萨，我可以立马为你上香筑庙，倒也不必如此蜿蜒曲折。如果你实在心有不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救你不过是还你身上的恩情。现在我们已经两清了。即使两清，那我逃婚你为何来追我？谢灵溪，我想要救你，我不是为了报恩，也不是为了什么香火供奉，我是想救你，不想你死，我想跟你白头到老。谢灵溪，你好像总是忘记，我已经嫁给你了。江，江柔，别骗我。我竟然在这里睡过去了。对不起啊。手给我。脉象好像确有好转，这个不正经的剧毒还真是这个解法，到底谁研究出来的？真不要脸。江柔，你好像很关心我身上的余毒。那当然了，我就是为……谢灵溪，你一直对我的好意百般推拒，是以为我嫁给你是为了报恩，是为了给你解毒。谢灵溪，小时候在军营里可不止我一个小孩，那个时候他们都嫌弃我是女孩子，所以老是欺负我。后来我就把他们都给打跑了，带着他们上山下崖，抓鸟捉鱼，调皮捣蛋。后来我爹的副将就说，干脆就建一个少年伍，由我担任伍长。结果我一捣蛋，他们就革我的职。碰到你的那天，恰巧我又被革职禁足，只能在营地里踢球玩。其实那天我看到你了，你的马车经过，我正想把球踢过去吓你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小时候脾气很凶的，没有人能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。陪你去山上，是我自愿的。谢灵溪，你长得可好看了，从小就好看，比所有小孩都好看。那你呢？你心里面觉得我是什么样的？我记得你之前说，本世子不喜欢
你讨厌我，我也不喜欢你，彼此彼此。一度未请，再结一次。谢灵溪，他走了。你就是江蓉，江佩与曾如之女，现任北王世子妃。是。你可知道你的夫君谢灵溪做了什么事吗？不知道。谢灵溪通敌叛国，谢氏满门，势必获罪。我念你初婚不久，又是先烈之女，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把谢灵溪交给你的东西拿出来。做不到。为何？谢灵溪是给了我东西，但他只让我交予一人，那就是大理寺少卿常玉。放肆！你可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的官阶远高于常玉，交给我与常玉有什么区别吗？将在外，令行禁止，除了常玉，我谁都不会给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好，杀了我，记得把我的尸身交给常玉。哼，好一个世子妃呀！你呀，真不愧是姓江的。常玉，你可以出来了。谢灵溪的世子妃呀，哈哈，朕唬不住。朕，世子妃，卑职常玉，大理寺少卿。卑职的官印。世子妃可知道信封里面是什么吗？城防布防图。还有呢？这是他写给你的休书。今有其将士，自小离婚约娶，昔结怨不和，彼是冤家，故来相对既二心不同，难归一，愿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圣上有旨，北王世子谢灵溪意图叛国，畏罪潜逃，实乃大逆不道，今革其官职，削其爵位，抄其宅邸，捉其2月后发配边疆。北王妃，北疆流放之路霜寒坎坷，好自珍重吧。你走啊！巧薇表姐已经跑了，你拿到了休书还不滚？现在假惺惺的回来，看我们笑话吗？现在没有休书了。江嫂，奶奶，他分明就是在狡辩，我更是不会要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的。你可死心吧，我的嫂子只有澹微姐姐一人。这是被流放的谢家人吗？居然都是纤弱的娘们儿，去北疆可有的苦头吃了。谢家通敌叛国被流放，活该！要不是北王勾结西凉，18年前镇北军就不会全军覆没。听说北方世子自己早就跑了，可惜如花似玉的世子妃。嘿，好孩子，吃点吧。你怎么了？
孩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噎着了？要不要喝点水？蓉儿，你该不会是2个月前皇陵别院一夜，留下了一些事端。真是千金之躯，才出城几天就成了病秧子，北疆还远着呢。虽是喜事，但这孩子来的终究不合时宜。哟，小娘子，这馒头多硬啊，不如去哥哥那儿，哥带你喝酒吃肉如何？不用了。哎，小娘子别这么见外，此地离北疆不远，天寒风大，小娘子穿的又如此单薄，可真让哥哥心疼啊。就是，这方圆数十里没有客栈，不如到哥哥帐里暖暖身子，让哥哥好好暖暖娘子的心。看看这小脸都冻红了。哼，这群蛋秃子，赶紧给我滚！再敢对我兄嫂不敬，我撕烂你们的嘴！哟，还有个小娘子，怎么也想一起暖一暖？大胆！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哼，什么人？不过是一群被流放的犯人。就是，还以为你在皇城当你的小公主呢。上，把最凶的给我绑了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啊！什么人胆敢挟持朝廷清犯，还要不要命了？大理寺少卿常玉携圣上口谕，北王世子妃江蓉听旨，北王世子谢灵溪通敌叛国，而今军情紧急，朕连世子妃忠良之后，准其将功补过，随大理寺少卿常玉赶赴前线，配合军务。世子妃，请吧。蓉儿，你的身子……我们此去的目的地是临川城。临川城这些年一直为西凉所占，所以我们此去需要乔装打扮，潜入主城境里。这次卑职的身份是姓汪的盐商，所以委屈世子妃先当一回卑职的妹妹。客官，一看您就是客商，尝尝我们临川特产的高粱酒，绝对比别的城要甜。我不喝酒。我原以为你会有许多疑问，没想到你这一路都没开过口。有些事情只要想清楚，就没有什么疑问了。比如像通敌叛国这么大罪名，竟然没有诛九族，只是流放全家。再比如像您这样摆明了就是朝廷的鹰犬，却与谢灵溪私交甚笃，南山猎场绝对不是诛杀叛国贼那么简单。不愧是将门之后啊。谢灵溪在哪？喏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公主座驾，前人避让。公主身旁坐的男人是谁啊？听说是未来的驸马。稍安勿躁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8年前一役，我燕国被西凉接连攻下20几座城池。这些年，谢灵溪率新镇北军夺回14城，却始终攻不破临川城。临川城物产丰饶，西凉一直视它做边陲副都，守卫固若金汤。而这临川城不破，其余的8座城池便犹如绑着一个活血之源。所以谢灵溪为求破局，与圣上严守部下此举，为的是一举攻破临川城。所以今日把我带过来，也是你们计划中的一部分。不，你并未在计划之内。我们原本安排了探子与谢灵溪暗通消息，可昨夜他不慎暴露被杀，我们实在找不到足够信得过的人。
既要了解北疆风土民情，又要精通西凉语，能伪装成当地人。眼下情况紧急，世子妃是唯一的人选。衣服合适吗？这位小姐真是美艳不可方物啊！进府去定能够上几个贵族，就是这腰身稍粗了些。若是有时间，改改衣服就好了。今夜城主大人夜宴，机会不常有，来不及做准备了。是，那奴家在这里祝福小姐，今夜能够顺利调到一个贵公子当夫婿。谢方主吉言，今夜定能一帆风顺。你此去的伪装身份是越方舞姬，今晚无你想办法离队，去到花园，找到唯一的槐树，把密函埋在树下。干杯！红鞘乐坊为公主献舞。今夜美酒佳肴，欢声笑语，谢将军为何还闷闷不乐呀？莫非是在思念故土不成？谢将军为燕国立下赫赫战功，燕国皇帝却对你赶尽杀绝，这种主君，你若还惦念，可有点不识抬举了。梁叔叔放心，林夕他不是蠢笨之人，他如今已经知道谁才是贵人。对，那话怎么说的来着？一夕枕边风，胜过劝降使啊！梁叔叔，大家伙都辛苦了，先在这殿中歇下吧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们离府。月黑风高，哪里才是槐树？站住！说你呢，你给本公子站住！见过公子，奴家是红霄乐坊的舞姬。舞姬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嬷嬷给了我们半个时辰的时间休息休整，奴家看着月色宜人，于是来这花园赏月观花。赏月观花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。你不就是想要趁着入府勾搭几个公子哥吗？你这种人长得真不错，不如今夜我如你愿如何？公子，您误会了。怎么，你是嫌我的牌面不够大吗？我可是城主的儿子，未来的临川城主，你不要这么不识抬举啊！你放开！你乖乖的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什么？什么声音？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。有时候我真想杀了程昱。好像没有人，是只猫吧？你杀常玉做什么？人家只不过是配合你的计划。世子殿下运筹帷幄，杀伐果断，忠肝义胆。身为一个小女子，能参与到这样的机密当中，我也是与有荣焉。世子殿下自重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还在戏和我？南山行之前，边关战事告急，我余毒未清，朝不保夕。我就想着临死前收复临川城，这个休书和圣上早就定下的，军令如山，临阵不可更改。南山行之后呢？
都在后悔。这是常玉让我给你的情报，你拿着快走。你做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只要一见到你，长夜未央，月色映西窗，你眼中藏匿着星光，一触碰，心慌若烛影，摇了又晃，拥抱来的猝不及防。想和你对饮成双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，穿过了季风骤雨的阻挡。夏夜清水，一月天一色，花来过，清清水河夜上竹落东一直波。老树花之侧，新蕊寒水着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！你还真是生来就是长在边塞的树，流亡路上一路艰辛，北疆的风霜倒把你吹得风和一些。城主命公子去复查烟花，这么久了还没有回来，快去找啊！这烟花可是后日公主与驸马婚宴时要用的，一点差池都容不下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好了，赶快出府吧。想不到会在这儿见到你，江少。辛苦世子妃了，有了她之后的事情就方便多了。之后，临川城城主姓梁，他的表弟叫梁希，此人是这座城池的典狱司，掌管城中监狱的钥匙。此人力大无穷，武艺极高，但却是个好色之徒。我需要你想方设法的接近他，偷走他身上的钥匙。不用多久，一炷香即可。常大人可没说过，交给我的卧底任务不止这一次。我这种朝廷鹰犬，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。今夜西凉公主大婚，城中人员混杂，你只需借一个西凉贵族的身份，就可以轻松进入城。你这次的目标不是谢灵溪，而是西凉城牢房。我觉得这里月色尚好，我想自己逛逛。是。今夜城中所有人都被调去了外城防守，牢房守卫稀松。你只需搞定门口的看守，就可以轻松进入牢房。临川城的牢房，那里关押着许多俘虏，多是宁死不降的燕国战士。你去找一个叫做季征的人，那把钥匙就是开他的牢门的。季征，这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你是季征吗？请问您就是季征吗？西凉军派你来劝降的，痴心妄想！我不是西凉人。狡辩的话，到阴曹地府去说吧！季少尉，杀了他！杀了这个西凉女人！我也不会投降的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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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不是曾经去过京城教送过信？你说什么？
请问，这里是将军府吗？是的，请问你找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姓蒋，单名一个荣字。先北王麾下江北与岑如二将之女。江将军的女儿。对，是将军回来救我们了，我们没有被忘记。是，燕国如今带兵已经打到了临川城下，各位将士，你们可愿随我一战？季征，万死不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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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出发！烟花为号，夺城开始。烟花燃起时刻，镇北军会挥军北上，夜袭临川城。镇北军打过来了，快去禀报城主！城主有令，开兵器库，迎战！城中兵器库兵器储备充足，世子有令，命纪校尉带人潜入兵器库，伪装成西凉兵，夺兵器，开城门。兵器库就在前方。杨小姐，你呢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城门口的守卫虽然不多，但我们的人手仍然不够。婚宴用的焰火已经被世子安排在了粮仓附近，我需要世子妃火烧粮仓。下一步没有下一步，敌军攻城，粮仓起舞，皆是城中士将大怒。粮仓走水了，快救火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镇北军进城了，快去大殿找城主！谢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烧！谢灵溪，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自己在什么地方。镇北王军如今已经攻破了临川城，你已经无处可去了。我们应该还在城内，十有八九就在城中的某一个密室里。你比我想象中的更聪明，也比我想象中的更下贱。要不是你，临川城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都是因为你，谢灵溪他才会背叛我。谢灵溪可是燕国将军，无论有没有我，他都不会背叛自己的母国。好一个冠冕堂皇的世子妃！你不如担心你自己。谢灵溪现在战功赫赫，而你只是一个弃妇。你猜他会不会来找你？卑职季征参见世子。江蓉呢？他人在哪？江小姐与我们分头行动，独自去烧了临川城的粮草，之后就失去了联系。他会不会已经随百姓出城躲避了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告诉我，这府中还有哪里可以藏人？我只需要一个人回答。大人饶命！大人，我知道城主的卧室里有一个密室。你的确有几分姿色，不过你不会真的以为谢灵溪他是真的爱你吧？不过只是你跟旁人私奔，他作为一个男人心有不甘而已。
而如今，你在战场上被敌军所俘。你知道一个女人在战场上被俘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会彻底成为他的耻辱。他不会要你了，他只会盼着你死在临川城，好永永远远成为他的功勋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身为一国公主，城池都已经被人踏平了，满脑子却都是男人，怪不得会被谢灵溪连夺15城。张荣，少在那自命清高。我没有自命清高，是你西凉输得太难看。贱人，我杀了你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在城主府密室吧？我是一国公主啊，怎么可能真让自己沦落到被困府中任人宰割的地步？早在谢灵溪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从密报出城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的头给我抬起来！你最好祈祷他不要找到密室，否则他会看见的东西可不太好看。贱人，你敢伤本宫？本宫要是死了，你也别想活！公主息怒，你让我怎么息怒？我已向父王立下军令状，要招降谢灵溪，夺回14城。可现在不仅14城没有夺回，就连临川城都打进去了。眼下镇北军重兵围城，与其等着被俘，还不如鱼死网破。我明明对准的是你的脖子，你护着肚子做什么？难道你……原来你这贱人早已有了野种，我还真是要谢谢你，白送我一张回西凉的护身符。沈文渊，你会陪我回西凉的，对吗？那当然，我对公主的真心可照日月。我就知道，只有你对我才是真心的，我只剩下你了。沈文渊，你劝降失败，又丢了临川城，回到西凉势必被军阀处置。公主或许还能保住一条性命，我呢？我会死的吧？我是真心待你的，可真心有什么用呢？公子，沈文渊，你叛国在前，杀害西凉公主在后，现在无论是西凉还是燕国，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。我有，只要你和他们说，是我卧薪尝胆，以身入狱，从西凉公主手中救回的你。蓉儿，你要相信，文渊哥哥是有苦衷的。怎么了，公子？前面有人拦路，是北王世子谢灵溪。委屈蓉儿了，但是最好别动，否则你肚子里的孩子遇到什么差池，我可保证不了。带上弓箭。北王世子刚夺下临川城，不去圣上那邀功求赏，跑到这荒郊野岭做什么？放开他！原来是为了世子妃啊！沈文渊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动他半寸，我就把你切成半寸一段。像这样，下马，放下武器，否则下一刀
可不止破点皮那么简单了。富春，拿出弓箭，射他！公子，我射不准啊，一次不中就射第二次。真可惜，再来一次。谢灵溪，放了他！没想到北王世子还是愚不可及的情种，活该你输给我。他才没有输给你，沈文远。你只会用这些下作的手段，逼得他不反抗而已。谁说我赢不了？我这就亲手宰了他。看着他，谢灵溪，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你明明身居高位，却为了一个女人步步后退。看在你送我大功的份上，我不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就算你是死到临头了，我还是要告诉你。眺望云海中烈烈长风，落日余晖我对这里的山形地貌了如指掌，谢谢了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一定能带你找到一条生路。你会死的，我不要会死。所以你要记得来救我。我也会想尽方法杀了你，我宁愿在王府里守寡，我都不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。我勇敢停留，淘金沙的荒漠，演化成绿洲。你的爱是茫茫星海中一缕光彩，刹那间照着我，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。鲲鹏长游与霓虹，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，与你相拥，与你走过匆匆。心儿，我想我早已富有，知足而懵懂的梦。我的伤，放心吧，有铜镜。你知不知道，但凡今天是个会场。没关系，我的运气一直很好。有人说过，铜镜佩在右胸，可以大吉大利，逢凶化吉。可那个铜镜都是我胡说八道的。趁机见白驹还是山盟，柔儿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大夫怎么说？奴婢不知，请世子恕罪。世子殿下，您别着急，世子妃身上并无血迹，想来只是一时受了惊吓。恭喜世子妃，贺喜世子妃！世子殿下夺下临川城，世子妃又怀了身孕，可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可是，我觉得肚子好疼啊。世子妃脉象是康健的，偶尔肚子痛，想来是连日操劳受惊所致。待老夫替世子妃调养调养，也就没有什么大碍了。多谢大夫。不过女子有孕在身，
万事还需小心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有劳大夫。世子殿下，我夫人身体怎么样？世子妃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年少时中过剧毒，伤了根本。眼下正是特殊时期，故而……那就再过一遍毒。再过一遍？何为再过一次毒？如果是因为他体内的淤毒导致的话，那我再换一次血。可是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天理伦常，就算是换了血，也是无济于事的呀。况且这血能换，毒能出来，但肚子里……不管是什么，给本王换！世子，这……大夫，您先下去吧。蓉儿，谢灵溪，大夫说我很不好，以前只是不能舞刀弄枪，现在未来的1年内，我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好，行动可能日复一日的迟钝，不过还好你已经给了我合理术，我总算不会太影响到你。我进宫去找御医，御医不行，还有很多江湖名医，实在不行我去山上找高人。你放心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无论付出什么困难，我一定会治好你。那如果无论如何都治不好呢？我都陪着你，我一直陪着你。谢灵溪，其实我……别拦我，蓉儿啊，开你！蓉儿啊，这段时间你辛苦了，圣上已经下旨赦免了谢家，而且还有重赏。哎，这次谢家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奶奶特地赶来给你送些补品，好好补补。双喜临门？怎么？就你打下临川城是喜，蓉儿有身孕就不是喜？你这小畜生，我看你是不是找打？身孕？是啊，大夫都来看过了，你可别告诉我你不知道，你不成器的东西，竟敢让蓉儿大着肚子陪你上战场！你父王若是在世，看他扒不扒了你的皮！我们？哎，你真不知道？啊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北王世子智取临川，功勋卓著，朕特赐其承其父王爵，封号镇北，令准其所请，赐临川城完婚，钦此。恭喜镇北王。臣领旨。情归何处？是海的漩涡。雨停了，我的王爷。我早就是世子妃，为何还要重办婚礼？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从前没拜堂。一拜天地。一场花开，红尘遍地留一痕，怎舍得？二拜高堂。请你追逐坎坷，小子扬起碧波，月下良辰美景似一场。夫妻交拜。故事一波波折，狂傲的心容聚成送入洞房。一世宠爱的承诺。为什么是临川城？因为这是个出处流水、暗暗花的好地方。那边是临川城，传闻那边是寨外水乡，处处流水，暗暗花。再有半年，我爹爹就可以收复那里了。每次我把这里当作终点的时候，总会得到上天的眷顾。
遗憾。翻笼之中来世俗，恋向何处看？江荣，活得更久一些吧，我们白头偕老。只有你为我转。